大家好，今天呢是我教大家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如何可以省一点钱的第2集。第一点就是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都会有免费的那种导游带你走的走路行程，就是去一个城市了解它的历史，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然后你到最后的话，你就给导游一点小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省钱的方法。尤其是在比较贵的国家，你请那个私人导游还是挺贵的。然后他每次讲的都很详细。我个人参加的其实不多，我其实要多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非常好，但就是不自由，你要跟他2个小时。我第一次是在都柏林，然后我就记得讲得很详细，然后导游也很风趣，反正挺好的，带你去一下主要的景点，主要是那些历史，你自己看书你可能看到，但是他跟你讲的很有趣。第2个是在冰岛也是，我觉得他讲得很详细，很多那种小知识点啊，就是很有趣，还有冰岛的名字的由来，雷克雅未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然后最后你就付个几欧，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你学生就少付一点也无所谓，然后你有钱就多付一点。总之很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省钱，然后又可以体验当地真正文化的，学到一点知识的一点。第2点就是在基本上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不管是你去博物馆，还是你买船票、买车票，或者是你有一些服装店，它都会给学生打折。如果你很幸运是学生的话，你一定要记住出来带好学生卡。假如说你是亚洲的学生的话，你可以，他学生卡基本上检查得很松，只要你给他看一下，上面是外国的文字，他们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只要给他看一下，证明差不多是像学生卡的样子，他一般都会让你过。而且像我记得去约旦，他有那个套票，还有去埃及有很多门票，他那个学生可以省到很多，应该是可以省到1/3，所以说记得一定要带学生卡。在欧盟国家还有在 UK 流量是可以互通的。怎么说呢？我在爱尔兰买的12.9块9，这个流量的话是在爱尔兰是每个月无限量用流量，然后我去漫游到任何一个欧盟国家或者是英国，它每一个月都会给我免费的17GB， 所以说这17GB 完全足够看地图啊，发短信完全够用了。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意去欧盟一个国家便宜的地方买一个月套餐，然后它应该是法律规定，它一定是要给你去其他欧盟国家都有免费的流量，所以说这一点比较好，大家可以选一个比较便宜的欧盟国家，如果你长时间在这边旅行的话，非常划算。另外一个省钱的技巧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执行力都不好，就是提前订票，不管是订火车票、车票，还是飞机票，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那个酒店住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那个车票，我打算是从华沙坐车去维尔纽斯，然后我在来之前呢，大概2个月查了一下车票，好像是10几欧我记得，但是我在来之前的前一天，我就又去查了一遍，因为我准备订嘛，然后大概就涨到了20，我记得好像是涨到了30多，就一下涨了很多钱。所以说大家如果能提前订的，尽量提前订。我知道有的人他喜欢就比较随性，走到哪然后订到哪，其实那种也好，但是我们这一集的题目是讨论怎样省钱，这样提前订你是最省钱的。然后我最后从华沙去维尔纽斯买的是火车票25欧，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提前订的好处，就是从华沙去维尔纽斯有2个网站，一个是波兰的网站，还有一个是立陶宛的网站。我在波兰那个网站票已经卖完了，然后我是在立陶宛的网站上才订到了票，所以说这也是提前订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有些火车票你不提前订，而且还会没有，更不要说是酒店大家应该很清楚，你提前订真的可以便宜到非常多。到
订酒店，我再给大家说一些订酒店我总结出来的小妙招。第一个是用 VPN， 我曾经把自己的 VPN 设置在美国，然后去订在美国的一些酒店，真的会比我的 VPN 在爱尔兰的要便宜，还便宜挺多的。我记得大概便宜个7-8美金左右。另外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把自己设置成那些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越南，然后去用他们那个地方去订其他地方的那个酒店，那个确实可能会便宜，但是我没有试过，要大家用那个 VPN 去试一下看。另外一个就是在欧洲比较常用的订酒店的网站是叫 Booking.com， 中文应该是叫翻宾客，就说宾客里面你大概积满大概10个入住还是多少个入住，我忘记了，可以达到一个叫天才3最高等级天才3，等于是你达到这个天才3的话，就可以有很多的优惠，大概有的时候可以优惠到10%，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免费加一个早餐什么之类的，挺好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去随便就是一天住一个，把那个积分加到天才3，然后这个天才3的话，它不会说过期，它只要是你到了天才3，一直是天才3，所以说这样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大家用宾客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有的时候你用手机 APP 上面找的价格会比在网站上找的会便宜，但它那些都会标志好说这边是手机特惠价，它上面都会写手机特惠价，这个也是一点，而且有的时候还会便宜不少，大概也会便宜到10%左右，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我每次订，因为在欧洲都非常常用宾客，我每次都是网上再搜一下，然后手机再搜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手机特惠价。我不知道，国内应该是用那个叫什么去哪儿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的价格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在欧洲旅行的话，或者是我去美国，我都是用那个宾客，就是说。宾客应该在我感觉来说，在所有的这种竞争平台，包括中国的这些去哪儿，还有什么携程吧，应该算是很优惠的价格了。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可以试一下，叫 Booking.com，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欧洲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网站是叫 Hotels.com， 也是订酒店的。这个我不常用，但是我之前有段时间用过。它有一个促销，是你订10个晚上，它会给你一个晚上免费，而且这个晚上免费的话，好像我当时用那个免费是用了一个在泰国曼谷的4星级的酒店，好像它那个限制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说，欧洲基本上是 Booking 和 Hotel， 然后他们的促销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可以让大家省到不少钱。